今天给大家盘一盘在二战中最强大的10艘航母，看看谁才是你心中的 Top 1。Top 10 CV5 约克城号，它是美军第3艘以约克城为名的军舰，在太平洋战争中荣获3枚战斗之星勋章。在二战爆发后，该舰被调返大西洋舰队，防备纳粹德国海军的偷袭。不过，在经过珍珠港事件后，约克城号又被调到美国太平洋舰队。能够搭载100架舰载机的它，曾参与过在太平洋战争早期的多次军事行动。在空袭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后，他又第一时间投入到了珊瑚海战役中，曾和列克星顿号联手击沉凤翔号航母，但由于被炸弹击中而不得不进行大修。经过了72小时的短促维修后，他又拖着10里长的游记去参加中途岛战役，与企业号联手击溃日本航母部队，一举扭转战争局势。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该舰也再次受到重创，最终只能沉于大海。Top 9 CV3 萨拉托加号航母，它是美国海军旗下的第3艘航母，是美军少数在二战前就已经造好并且最后安然度过战火的航母之一，因此我将它排在约克城号前面，毕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它的舰载机数量与约克城号相同，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即刻起航赶往珍珠港，并成为第3航母战斗群的核心。在1942年1月11日时，它被一枚鱼雷命中，造成轻微损伤。后来他又作为弗莱彻少将的旗舰，参加了争夺瓜岛的行动，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虽然他挺过了二战，但在战后他却成了过剩的战争物资，因此不得不被丢到海岛上吃核弹。Top 8光辉号航母，它是英国在二战前设计的一级新型航母，相较于之前建造的皇家方针号，它加大了对机库和飞行甲板的装甲防护，曾在实战中顶住了450公斤炸弹的轰炸，其防护性十分可靠。不过也正是因此而压缩了舰载机库的空间，造成了该舰只能保持33架舰载机的偏少编制。曾经该舰尝试过搭载54架飞机，但最终却酿成了在高海况航行时海水打上飞机甲板的险情。在他服役后，曾利用舰载飞机袭击意大利海军基地，当场击沉1艘，击伤3艘战列舰。也正是因为其舰载机的原因，该航母只能排在第8。Top 7瑞鹤号航母，它是日本在二战中的海军主力航母之一，能够搭载84架舰载机。在印度洋海战中，它重创英国海军，并和祥鹤号在珊瑚海海战中联手击沉列克星顿号航母，并重创约克城号。虽然它最后成功逃过美军空袭，但它的舰载机与飞行员损失过半，因此最终没有赶上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在这场战役后，日军损失了4艘大型航母，而它和祥鹤号也成为了日本海军仅剩的大型航舰。在后来的战争中，它还2度击伤美军的企业号，并成功摧毁大黄蜂号。但在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中，它身中7枚炸弹和7枚鱼雷，最终发生大爆炸后沉没海底。Top 6祥鹤号航母，在美国海军的艾塞克斯号航母尚未服役前，祥鹤号可以称之为当时最强的航母之一，能够搭载84架舰载机，携带45枚航空鱼雷、90枚800公斤炸弹、300枚25公斤炸弹和540枚60公斤炸弹，其母舰功能十分强大。在该舰服役后，他的首次作战任务就是偷袭珍珠港。他出动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压制了欧胡岛的机场，对美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后来他又参与了珊瑚岛海战和中途岛海战、南太平洋战争等，但最后由于被美军舰载机击中4弹，不得不回国进行大修。而到了1944年的菲律宾海战中，该舰被美军潜艇发射的4枚鱼雷命中，最终引发起火，爆炸沉没。Top 5 R-38胜利号航母，它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有力支援，其特殊的防弹设计让它在面临敌军舰载俯冲轰炸机的时候有着较强的生存能力。它也是少数几个可以硬扛神风战机的战舰，并且还在后来参与了盟军的北非登陆行动，以最快速度占领了西西里岛，迫使意大利反水，并且在1942年美国海军青黄不接的时候来到太平洋援助。不过由于舰载机数量不足，所以只能排在第5。Top 4 CV16 列克星顿号航母，它是美军在二战后期制造的新型航母，在战争结束后荣获11枚战斗之星勋章。它吸取了各级前辈的优点，它最多可以搭载91架舰载机，在太平洋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曾经空袭马金岛，该舰舰载机的第1分队有效拦截了马绍尔群岛飞来的日军飞机，使得对方在这3天无法飞达马金岛支援。后来他又摧毁日军多架飞机，并且还仔细拍摄了各处据点。
以供日后进攻使用。而在菲律宾海战中，该舰前往空袭帕劳，预备支援美军登陆。在此期间，他摧毁多架日军战机，并攻击日军补给舰，直到战至日本投降。在战后，他被封存于吉普湾，直到1990年退役。该舰最终也被民间组织筹管，最终被保留为列克星顿号海上博物馆。Top 3 CV9 艾塞克斯号航母，它是美军历来所建造数量最多一级的航母，在二战中总共击沉10艘日军航母，荣获13枚战斗之星勋章。虽然该航母的防御力稍弱，但架不住它的飞机多。艾塞克斯号航母的载机数量可以达到100架，由于其表现出色，士兵们又称它为最善战之军舰。而该级的航母也由于一下子出产太多，速度像下饺子一样，因此该级航母也被称为饺子级航母。它的出现直接组成了让其他国家闻风丧胆的恐怖舰队，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海军的中流砥柱。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数量众多的艾塞克斯级航母直接让日军遭受巨大损失，美国舰队也因此一举夺下太平洋的制海权。这场战役也让日本海上力量再也无法与美军抗衡。Top 2 CV8 大黄蜂号航母，虽然它只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一艘轻型航母，但由于它奇袭东京，爆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奇耻大辱，其作用对美军时期有着极大的提升，因此我将它排到了较高的位置。该舰是美国约克城级航母的3号舰，可以搭载97架舰载飞机。与首架约克城航母相比，该舰不仅增大了舰体和航速，同时它还加强了甲板防护和水下防护。在空袭东京后，该舰又被派往参加圣克鲁兹海战。与企业号会合后，两舰便开始搜寻日本舰队。在互相发现对方后，大黄蜂号以及企业号一共派出73架飞机进行攻击。大黄蜂号的首波轰炸机在第一时间重创祥和号的飞机甲板以及机库，使其第一时间丧失作战能力，但日军也很快开始反击。由于当时企业号刚好进入雨云的掩护区域，使得大黄蜂号成为唯一的目标。最终该舰在身中4枚9-3式鱼雷后，终于在海面沉没。在太平洋战争中，大黄蜂号一共获得4枚战斗之星勋章。为了纪念它，美国海军将第一艘建造中的艾塞克斯级航母更名为大黄蜂号。Top 1 CV6 企业号，它是美国在二战时期最强的航空母舰。在整个二战时期，企业号可以说是经历9死1生，它共击沉敌舰71艘，击伤192艘，击落敌机911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在海上战争中，它永远都是那颗最耀眼的明星。在珍珠港事件后，它更是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唯一一艘获得过20枚战斗之星的英雄航母，曾击沉超级战列舰武藏号和3艘航母。在硫磺岛战役期间，企业号曾创造了174小时持续出动舰载机连续作战的记录，极大的压制了日本的海军力量。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